最终幻想9发售于 PlayStation 末期，也是 PS 上最后一款正统 FF 续作。游戏的 slogan 是回归原点和水晶复活，因此世界观上回归了欧洲中世纪的幻想风格。本作由史克威尔的日美两国成员共同开发，游戏的主题则被定为生命，讲述角色们在这个世界中努力生存的故事。所谓回归原点，并不是单纯的再现 FF1 的样貌，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回归初心或制造怀旧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游戏导演伊藤裕之认为，它真正的含义应该是让事物回归本质。本期就来聊聊关于 FF9 开发的幕后故事。FF8 和 FF9 是同期开发的作品，所以在制作流程上并没有明显差异。但为了避免两作在场景和关键词上的重叠，坂口博信与北濑加范进行了充分沟通，确保各自作品的独立性。而本作也是系列首款在海外进行开发的作品。在坂口博信的授意下，为了让玩家在游玩中亲自体验到意想不到的剧情转折，并在交流中体会到分享的乐趣， FF9 首次对杂志和攻略本的内容进行了限制。同时官方还在网络上免费公开了 Online Ultimania， 这是历史上首个官方攻略网站。在表现上，本作的画面为玩家营造出如同绘本般的幻想世界，游戏中也出现了大量的亚人角色，每一个场景都由专门人员负责，根据自己的理解设计其中人物的台词与演出。不仅限于主角团和关键角色，几乎所有 NPC 也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，并且会随着游戏进程而改变对话内容。在战斗系统方面，相较于前作则显得更为保守，参战人数回归至 FF6 之前的设计，最多可有4人同时上场。游戏的首次对外曝光是在1999年6月发行的《发米通》杂志上，总编邦村弘一当时亲自前往史奎尔檀香山工作室采访。虽然杂志暗示正在开发的就是《最终幻想9》，但史克威尔官方并未给出任何明确说明。同年9月的 TGS 上公布了罗马数字9。随后在2000年举办的 Square Millennium 展会上，最终幻想9和最终幻想10、最终幻想11被一同公开，并首次现场展示了本作的 PV。在名为盖亚的世界里，共有4块大陆。林德布鲁姆的大公西德，在得知邻国亚历山德里亚的女王波拉涅企图侵略他国后，便雇佣盗贼团坦达拉斯，计划绑架亚历山德里亚的公主加内特。西德之所以要绑架公主，是为了借此保护加内特，不是揭露女王波拉涅的阴谋。另一方面，公主加内特也因为母亲的反常举动心生疑虑，主动请求前来绑架自己的吉坦等人将她带走。就这样，加内特与吉坦、公主的护卫斯坦纳以及黑魔道士比比一同踏上了旅程。几乎参与过所有最终幻想作品的伊藤裕之，在本作首次担任导演。大学毕业后的他曾赋闲在家2年，因为没有收入，几乎没有机会玩游戏，直到1987年才加入史克威尔。他最喜欢的游戏是 FC 版巫术，并表示自己对这款游戏的系统十分着迷。最终幻想9在战斗人员配置和敌人难度的设计上有受到这款游戏的影响。伊藤最早在 FF12 时期只负责游戏的 debug 工作，直到 FF3 才正式参与制作。在 FF4 中，他设计出了 ATB 战斗系统，因为他认为传统 RPG 的战斗缺乏紧张感，甚至会让人昏昏欲睡，于是想到能否改成实时战斗，但又考虑到系列老玩家的接受度，不能贸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动。某天他在看 F1 比赛时得到灵感，当时法拉利首次使用半自动换挡系统，这让他想到如果战斗也能设计成半即时制，既能保留指令输入，又能让玩家感受到时间的流逝。这个系统从此成为系列的标志性机制，并延续了很长时间。FF9 的战斗系统没有像 FF8 那样复杂，而是通过各类装备学习技能，习得能力后，即使更换装备也能继续使用。伊藤加入之前，战斗系统的设计虽然内容丰富，但略显繁琐，而在他入组后，系统被大幅简化和调整。在开发过程中，团队不断回顾系列以往作品间的关联，加入了大量对之前作品的致敬内容。
其实 FF9 立项很早，可以追溯到 FF7 的立项时期。对本作开发有所了解的玩家应该都知道 ，FF9 的开发地设在美国夏威夷。之所以选择海外，是为了在当地挖掘优秀的美术人才。虽然立项很早，可是在召集人才上耗费了相当长的时间。期间还有日美共同开发的游戏《寄生都市》，这是一款带有实验性质的作品，用来测试跨国合作的可行性。而 FF9 则成为檀香山工作室继《寄生都市》之后开发的第2款游戏。在完成 FF8 的战斗设计工作后，伊藤便与几名成员前往夏威夷，正式接手 FF9 的开发。可以说，直到这时，项目才算正式启动。FF9 的主题歌《Melodies of Life》的歌词是伊藤裕之以西欧密为笔名进行的填词。参与 FF9 制作的美方人员大约有50人，其中包括城市与企划等核心岗位，而并非只是单纯的辅助开发。例如游戏中乌伊尤维尔的场景设计，以及最终 BOSS 战后吉坦下落的画面，就是由美国成员进行的设计。在美术表现上，美国成员带来了许多不同于以往 FF 的创意。为了更好地展现作品的国际化，游戏的职员表在结尾时特意改成英文署名。虽然美日职员双方在沟通上存在一定障碍，但为了提高效率，大部分交流都通过图画来说明。只有在难以理解的部分才会请翻译介入。另外，游戏通关后，有一个被美国城市设计师加入的隐藏迷你游戏 Blackjack， 虽说特意设置了复杂的指令，但还是很快就被发现了。本作的美术总监由菅野英夫担任，这也是他继 FF6 之后再次负责这一职位。由于 PS 平台上前2作的成功，所以这次的工作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。坂口博心最初只丢给他一个回归原点的关键词，这让他联想到系列初代，并从容选择了黑魔道士的形象，以此为起点进行设计。之后再以黑魔道士的村庄开始逐步拓展世界观，其他角色的头身比例都按照最初设计的黑魔道士为基准进行调整。他的初衷是让游戏世界呈现多元种族的设定。黑魔道士就是种族之一。随着场景从黑魔道士村庄的面至亚历山德里亚，这才有了坦特拉斯团的成员以及河马、老鼠等拟人化的种族形象。其中坦特拉斯团成员的设计都出自他的手笔。还名字取自夏威夷的一座知名山丘。以当时 PS 的3D 性能，制作真实比例的角色还很勉强，特别是在远景时，人物看起来就像一根木棒。很难辨认出人形，正因为这样，他才决定采用低头身的 Q 版造型。这样的设计，即便是远景，也能通过轮廓轻松地辨认出角色形象。游戏的最终 BOSS 永恒之刃由竹内邦治负责，他的习惯是在设计前先制作粘土模型。为了塑造一个能让玩家留下深刻印象的 BOSS 形象，他和基业英夫不断对模型进行修改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，越简洁的外形反而越能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。另外，当时的 FF9 还与可口可乐进行合作，推出了多支相关广告。众所周知，可口可乐的商业竞争对手是百事可乐。在过去的百事广告中，曾出现拟人化角色 Pepsi Man。因为永恒之岸的形象和配色会让玩家联想到这个角色。再加上合作方又是可口可乐，于是日本玩家调侃地称他为 Pepsi Man。至于是不是史库威尔有意为之，这点无法证实。另外，游戏中的隐藏 BOSS Ozma， 它的外观也会让人联想到百事的 logo。此外，游戏中的最强召唤兽 Ark 在变形后的姿态，其实是致敬了史克威尔早在1986年于 PC8800系列电脑上推出的作品 Cruise Chaser Blasty 中主角机体的造型。本作依然请来从初代就负责插画的天野喜孝为游戏绘制概念插画和 logo。
最早的 logo 被他设计成一颗水晶，可随着火星融合这一设定的加入，为了凸显故事主题，菅野英夫从天野喜孝的设计稿中挑出2稿水晶图案，将它们结合在一起，这才有了如今我们所见到的 logo。另一位参与角色设计的是坂皮利幸，早年间曾为一家儿童玩具公司担任设计师，之后进入史克威尔。除了《最终幻想9》，他也为陆行鸟系列和《最终幻想水晶编年史》系列设计角色。本作中除了角色设计，还负责了迷你游戏《Quantum Mist》的设计。坂皮利幸是在开发中期入组，因为加入较晚，所以主要是辅助菅野英夫完成一些次要角色的设计，比如弗拉特雷、拉尼和米科托等人物。其中拉尼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夏威夷的基拉维厄火山。另外，他还根据村濑修恭的设计稿绘制吉坦的表情图等内容。对于角色的头身比例，他认为本作融入了话剧和舞台剧的要素，降低头身比有利于角色以夸张的动作来表达情感。游戏的发售时间定在2000年7月，正好赶上 PS2 发售的节点。由于 PS2 在运行 PS 游戏时支持高速读取和纹理映射差值，为了游戏在 PS2 上有更好的表现，坂皮利幸在开发后半段对大量预渲染背景进行了重绘和调整，特别是在颜色和细节上都做了优化。为了从视觉上引导玩家，特意调低了次要部分的色彩饱和度。角色的底层设计由美术组共同构思，他们参考了1982年的美国电影《The Dark Crystal》，受电影启发，他们在设计时刻意强调夸张的外形，让角色即使只是剪影也能轻易辨认。从电影片段也能看出两者间的相似之处。最终幻想初代偏可爱的角色形象由石井浩一绘制。作为回归原点的作品，本作的目标之一就是用现代的3D 技术去重现当年的角色形象。由于菅野英夫没有过角色设计经验，所以在设计角色确定形象时难住了他。当时史库威尔的夏威夷工作室正在同时制作《最终幻想》的电影版，而多年来为多部动画设计角色的村濑修恭也在这里。于是菅野英夫以贴近石井浩一早期角色设计风格为前提，特别邀请村濑修恭为游戏设计主要角色。虽然本作采用的是近似 Q 版的低头身，但在村濑修恭的设计中依然保留了他的个人风格，让角色在可爱和帅气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平衡。根据 SE 前社长兼代表董事和田洋一回忆，当年史克威尔公司内部曾有人提出把 FF7、8、10归类为 Neo Final Fantasy。而采用低头身比例、强调幻想要素的本作和20时代的作品都被归类为 Classic Final Fantasy。之后推出的《最终幻想水晶编年史》承袭的就是 Classic FF 这一分支。坂口博信担任总制作监督，负责整体内容的把控和故事构想。具体剧本由青木和彦主导的小组编写。负责战斗和剧情过程的团队虽然很少召开会议，但在制作过程中，双方都尽可能的去理解对方想要表达的意图。比如在游戏中，随着故事情节的变化，角色会在战斗中做出与剧情相对应的表现。负责过场和剧本的青木和彦表示，这是负责战斗的团队对剧情充分理解后才能引入的设计。史克威尔檀香山工作室成立于1997年，由副社长坂口博信常驻主持。之所以在檀香山和洛杉矶设立工作室，其目的是为了引进当时好莱坞最先进的 CG 技术，并吸纳大量美国员工加入，主要负责电影项目。本作的主题生命就是由坂口博信提出，意在探索生命的起源与归宿。这部作品也成为他亲自参与的最后一部《最终幻想》。随着《最终幻想：灵魂深处》电影的失败以及坂口的辞职，檀香山工作室最终在2002年被关闭。随着开发进入收尾阶段，参与人数一度多达300人，可在最后几周又遇到容量不足这个棘手的问题。
另外还要考虑如何在合适的剧情节点上将内容合理分配到4张 CD 中。虽然为此绞尽脑汁，可最终还是不得不放弃一些原本设计好的内容。此外，游戏模板的完成时限原定日期提前了整整3个月，这背后的原因可能与当时的竞争对手《勇者斗恶龙7》有关。原本 FF9 计划在2000年春季发售，后来为了对应 PS2 的新机能延期到夏季，并定在7月19号发售。可没过多久，《勇者斗恶龙7》突然宣布发售日定在8月26号。为了避免正面冲突， FF9 的发售日再次被调整到7月7号。最终幻想9发售后，全球累计销量仅有498万份，远低于史克威尔的预期。造成销量不理想的原因，可能在于被前2作吸引的新玩家对回归原点的本作缺乏特殊感情，再加上发售日距离《勇者斗恶龙7》只有1个多月的间隔，同时又赶上 PS2 上市，这些因素都对销量造成了影响。2001年，史克威尔还曾发表把 FF7、8、9在 PS2 上重置的计划，但最终被取消。不过，随着后来 HD Remastered 版的推出，最终幻想9的全球总销量在2025年达到了890万份。主题歌 Melodies of Life 是直松伸夫点名邀请白鸟英美子演唱。白鸟英美子生于1950年，上世纪60年代中期进入演艺公司，早期还曾客串出演过电影。1969年，他和芥川成夫结成歌唱组合 Joan et Moi。他们的歌曲能给当时还是中学生的直松伸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因为当时直松伸夫在夏威夷工作，只能让日本的同事代为拜访白鸟英美子。从来没有为游戏演唱主题歌经验的白鸟英美子，起初对自己缺乏信心，甚至提议或许由年轻歌手演唱会比自己更合适。但在同事转达直松伸夫这首歌只能由白鸟英美子演唱的强烈意愿后，他才终于同意了合作。录制歌曲的1999年，刚好也是白鸟英美子出道30周年，期间他与词作者伊藤裕之在歌词上产生了分歧。日文版的副歌中有一句“即便是我死了”，让白鸟英美子觉得不妥。直松伸夫试图与伊藤沟通，但伊藤坚持无论如何都不会删改。最后，他们对歌词顺序进行调整，将这句歌词放在歌曲的最后一段。白鸟英美子也表示，这样的安排反而让整首歌得到了升华。主题歌的日英两版都由他演唱，不过这次合作也让他获得了不少年轻一代的粉丝。2025年是最终幻想9发售25周年，史克威尔艾尼克斯在7月3日特别发行了 Final Fantasy IX 25周年纪念黑胶唱片 Timeless Tale， 其中的 Melodies of Life 进行了重新录制。据采访透露，新版会比原版整体降半音，应该会给老玩家带来与当年不同的听觉体验。除此之外，关于本作音乐的创作还有一段小插曲。在为 FF9 作曲时，直松伸夫考虑到本作回归幻想路线，特地自费前往欧洲寻找灵感。因为游戏充满了欧洲中世纪氛围，他最初打算用欧洲古风音乐贯穿本作，为此他还专程去拜访 Katarina 古乐合奏团。这是一支专注演奏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日本乐团，但当直松自报家门，希望他们为游戏演奏时，却遭到了拒绝。直松伸夫后来表示，当时大众对游戏的认知依旧偏负面，如果再晚几年，或许就能达成合作了。2021年曾有消息称，一家法国的动画工作室正在制作一部面向8至13岁儿童的《最终幻想9》相关动画，不过直到现在依然没有任何后续消息。同样，从2021年开始，欧美网络上一直流传着 FF9 重制版的传闻，甚至在2024年一度传出由吉田直树负责开发的消息，但吉田本人在直播中明确否认，并表示虽然理解大家对重制的期待，但由于体量过于庞大，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并不现实。2025年4月，官方开设了《最终幻想9》25周年纪念专页，国协绘制了主角团的插画，并推出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和周边产品，其中包括青木和彦与板壁梨幸合作的绘本《比比和爷爷踏上旅程之日》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手办、布偶等各类周边相继发售。因为在 FF8 周年时并没有过类似的纪念活动，所以不知 SE 是否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给喜爱《最终幻想9》的玩家带来惊喜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最终幻想9的内容就到这里，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还不错，请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留言。这里是玩大的内容，我们下个游戏再见。
戏中有一把斯坦纳的最强武器圣剑2，入手方法是必须在12小时内赶到最终迷宫记忆的场所中指定的地点。由于条件过于苛刻，这把武器一度被多数玩家当作都市传说。可随着一些玩家在网络上晒出图片，它的存在才得到了证实。其实还有一种邪道的办法来获得这把武器。游戏内时钟在99小时59分59秒时会封顶，虽然画面上的数字不会有变化，可内部计时仍在继续。当内部的计时超出一定数值范围后，会发生溢出，显示时间全部归零，这样就能无视时间和等级限制，轻松得到圣剑2。不过这个方法最大的难点在于等在时间上。根据计算，想要达成这一条件，大约需要等2年零3个月，当然还是在游戏启动的状态下。另外在战斗音乐上也做到了回归原点，这里对比一下从初代到9代的战斗音乐。除了音乐，游戏中还有大量致敬系列以往作品的彩蛋。接下来是部分彩蛋的相关介绍。葫芦谷火山使用了和初代相同的地名，冰之洞窟也同样和初代场景名相同。游戏中的加兰德与初代遇到的第一个 BOSS 名字相同。记忆的场所中的4只怪物来自 FF1 中的混沌斯天王。加内特在游戏中穿过的白色长袍与 FF1 中白魔道士的长袍相似。西德大公的妻子希尔达与 FF2 中飞鹰王国的公主同名。游戏中满是水晶场景中的 BGM 与 FF3 里水晶房间的 BGM 相同。游戏中亚历山德里亚由高矮胖3座石像，原型是 FF4 中的魔法3姐妹。出自5代的 Page 64，在 FF9 改名为丹塔利安。游戏中的召唤兽奥托莫斯是来自 FF5 的 BOSS 奥托莫斯。艾克头上的角是身为召唤师的证明，而 FF5 的召唤师头上也有长角，还有 FF3 中的魔界幻视头上也有长角，不过后来的重制版改成了帽子。另外，艾克名字的日文读音 Aiko 取自坂口博信妻子的名字。卡片游戏中这张卡的图案是 FF5 中飞宫艇的点阵图。游戏里沙漠宫殿中只有3尊雕像的原型是 FF6 魔大陆上的3斗神。之前在 FF7那期提到过，这里就不复述了。FF8 中赛法的技能杂饼扰乱被沿用给 FF9 中的莎拉曼达。
奎纳的轻魔法青蛙压顶和 Chrono Trigger 中青蛙的技能相同。